此时此刻，全网的散户都在做一件胜率极低且充满噪音的盲动行为，那就是死死盯着美联储刚刚发布的点阵图，试图去猜测鲍威尔那深思熟虑的决策天平上到底在倾向什么。华尔街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更是如此，他们穿着极其考究的高档西装，坐在彭博社的演播室里，拿着年薪数百万美元的工资，给你输出一堆为了迎合主流市场情绪的宏观研报。他们每天都在告诉你，通胀已经完全受控，软着陆是板上钉钉的绝对事实，美联储的每一次操作都在掌控之中。如果你现在还在把这些主流金融媒体的通稿当成你的投资圣经，把你投入市场的核心资金暴露在这些被过度修饰的表面逻辑之中，那么你账户里的资金遭遇深度回撤，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今天我要深度地拆解这层市场幻象，真正的聪明钱，那些在资本市场里极致敏锐，决定市场深层定价的顶级资金，根本就不会去看美联储发布的那几份官方指引，他们甚至懒得多听鲍威尔在记者会上的那些例行表态。他们真金白银压住的底牌早就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一个连很多传统金融老手都避而不谈的地方，那就是预测市场。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到眼下的2026年，最近这几个月，整个美股市场就像是一个剧烈震荡的极端钟摆系统，每一天的行情都在阻力和支撑之间来回拉扯，你每天都在被各种互相矛盾的新闻轰炸，一会儿是通胀数据反弹，华尔街高呼还要继续加息，一会儿又是零售数据惨淡，媒体又开始炒作降息预期，零售资金就像是失去了导航，进入了高频博弈场，完全找不到方向。但是当我们拨开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新闻表象，去看那些真正由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砸出来的真金白银时，一个完全不同的深层图景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名为 Polymarket 的去中心化预测平台上，没有任何分析师的主观臆测，没有任何四平八稳的官方措辞，这里只有绝对客观的赔率和极度极致的博弈。人们在这里用真金白银对未来的每一个宏观事件下注。根据我们刚刚能够看到的最新链上和盘面数据，针对2026年3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交易员给出了高达 91% 的概率，压住美联储会按兵不动。这个数据表面上看，似乎和主流媒体的论调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真正让人倒吸凉气的深度分歧出现在了对2026年全年的累计降息预期上。就在刚刚，美联储释放出来的点阵图还在强硬的暗示，今年可能只会降息一次，也就是区25个基点。整个华尔街的主流研报也都在附和这个剧本，告诉你不要对降息抱有太高的期望。然而，当你打开预测市场的远期下注池，你会看到什么？真金白银砸出来的赔率显示，市场认为今年累计降息2到3次，也就是降息50到75个基点的概率正在疯狂飙升，甚至有高达 23% 的资金直接压住今年会降息50个基点以上。在另一个极端，降息75个基点的概率也达到了 18%。 总计下来，压住大幅度降息的资金体量远远超越了美联储试图让你相信的那套只降息一次的说辞。在这个池子里已经有累计数亿美元的重金入场，你觉得是华尔街拿着固定工资的分析师更懂市场，还是这些如果压错就要面临巨额平仓、承担极限风险的杠杆交易员更接近真相？这背后的深层逻辑极其反直觉，但也极具穿透力。为什么预测市场上的资金走向会和美联储的官方口径出现如此巨大的撕裂？因为这些真金白银看到了一些美联储绝对不敢在镜头前承认的残酷真相。主流叙事告诉你，降息是因为通胀被彻底打败了，经济正在平稳过渡，但这完全是表象。预测市场上压住大幅降息的狂热资金根本不是在为什么通胀胜利而欢呼，他们是在为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甚至是系统性重置提前买入保险。让我们来看看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验证。美国政府极其激进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实体经济造成实质性的基本面摩擦。高昂的关税不仅没有保护本土产业，反而引发了极其严重的进口抢购潮，企业的制造成本在飙升，消费者的信心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走弱。表面上你看到的是巨头科技公司的财报依然光鲜亮丽，但在水面之下，无数中小型企业的现金流已经承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台前之所以表现得如此鹰派，是因为他被政治压力和高企的显性通胀绑架了，他不敢轻易松口。但是资本不傻，资本只看预期。更可怕的是，一场关于美联储权力的终极博弈正在暗中上演，而这才是预测市场上资金疯狂涌动真正的底层核心。
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在下个月，也就是5月就要彻底结束。根据华盛顿内部传出的风声与各大预测平台的押注情况，现任政府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这短时间内就紧急宣布鲍威尔的接任者。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美联储将会出现一个极度复杂的非典型权力交接期。一个对现任政府超级友好、极度倾向于释放流动性来刺激经济的鸽派人物将会像幽灵一样笼罩在美联储的每一次会议上。你以为华尔街不知道这件事吗？他们比谁都清楚，但是他们不能在公开言报里明说，因为这涉及到了政治红线和机构合规。所以他们表面上继续和你谈论通胀和就业数据，但在私底下的固定收益市场里，他们早就开始疯狂做局。你去看一眼抵押隔夜融资利率，也就是机构之间借钱的真实成本。目前2026年12月到期的合约隐含收益率已经被硬生生地推到了比2025年12月到期合约低65个基点的异常水平，这创下了历史上的罕见负利差。我用大白话给你翻译一下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这就好比你在大海上航行，船长告诉你风平浪静，但是你发现底部的风险对冲盘已经在疯狂涌动。这65个基点的负利差就是机构用最直接的资金在投票，他们认定一场极其严重的经济放缓即将来临，或者说他们确信未来的那位继任主席绝对会屈服于政治压力，无视通胀粘性，强行启动释放流动性的紧急阀门。所以当所有人都在盲目跟风为美联储的每一次表态而焦虑时，你必须要学会抛开那些表面的利好利空新闻，直接去看大资金的真实意图。新闻让散户看到的东西永远是机构想让你看到的。这就是一场声东击西、底牌进藏的资本零和博弈。现在就让我们用这种逆向寻宝的思维，逐一击碎当下市场上最主流、最害人的3大共识，找出那个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定价陷阱，以及那个能够让你跨越阶层的隐藏黄金坑。当前市场的第一个绝对共识是，经济软着陆已经成功，现在是全面做多美股，尤其是做多那些对经济周期敏感的中盘股的绝佳时机。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个足以导致净值大幅回撤的估值陷阱。为什么？因为预测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极限利差倒挂已经极其直白地告诉你，高关税和长时间的高利率已经把美国经济的底层动力彻底透支。散户看到的是指数每天都在创新高，但如果你剥去那几家市值达到万亿美元级别的超级科技巨头的外衣，你会发现美股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极其惨烈的结构熊市。那些高负债、依赖内需、被关税成本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小市值公司，他们的利润率正在发生断崖式的收缩。当真正的衰退信号在今年下半年某个时刻彻底爆发时，这些股票将会遭到机构毫不留情的无差别抛售。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相信软着陆而去抄底这些所谓的价值洼地，你就是在接盘处于基本面加速恶化周期的高危标的。市场的第二个主流共识是，只要美联储开始降息，股市就会迎来一场史诗级的狂暴大牛市，所以应该在降息前毫无保留地拉满风险敞口。这简直是我听过最违背常识的逻辑悖论。请你仔细回想一下历史，哪一次美联储在非正常周期内被迫连续大幅降息，伴随的不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如果今年真的像预测市场压注的那样，累计出现了3次降息，那绝对不是因为经济好到需要降息来助兴，而是因为金融系统内部的某根支柱彻底断裂了。可能是一家隐秘的区域性银行再次暴雷，也可能是某个庞大的商业地产基金轰然倒塌。当第一张骨牌倒下，美联储被迫恐慌性降息的时候，市场的本能反应绝对不是买入，而是不计成本地疯狂出逃。这种被动降息引发的流动性黑洞会把所有沉浸在牛市幻梦里的资金深度套牢。市场的第3个共识，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就是认为美联储依然是一个绝对独立的机构，它的决策完全基于严谨的经济数据。事实是，随着非典型交接预期的不断发酵，美联储的独立性已经名存实亡。政策制定者和华尔街资本现在就像是博弈场上的核心对家，彼此都心知肚明，但都在装傻。现任政府需要一个狂欢的股市来为自己的连任铺路，而华尔街需要明确的流动性承诺来维持估值泡沫。这双方博弈的最终平衡点极大概率会以牺牲普通人的购买力为代价，容忍更高水平的长期通胀，以此来换取资产价格的纸面繁荣。那么在这场极度割裂、充满博弈的资本变局中，真正的隐藏黄金坑到底在哪里？答案不在那些已经被炒上天的热门科技股里，
也不在那些看似便宜但基本面已经溃烂的传统夕阳产业里。真正的避风港也是机构正在暗中疯狂建仓的资产，是那些具有绝对定价权，能够完美转嫁关税成本和通胀压力，并且拥有极其充沛的自由现金流的超级寡头。当经济寒冬真正降临，当那些需要不断融资才能活下去的公司纷纷破产清算时，这些手握巨额现金的寡头就会像敏锐的猎手一样，以极低的价格疯狂吞并整个行业的优质资产。这根本不是什么价值投资，这就是最赤裸裸的阶层财富转移。在这场变局中，底层的散户因为盲目追高和误判周期而被彻底收割，中产阶级因为恐慌性抛售而眼睁睁看着财富缩水，而那些站在顶层看穿了宏观底牌的超级资本，却在利用规则和恐慌继续完成他们冷酷但极其精准的财富扩张。投资从来都不是一场看谁更聪明的游戏，而是一场看谁能更好克服人性弱点，看透底层逻辑的残酷修行。当你看到账户里的数字因为美联储的一次模棱两可的发言而上蹿下跳时，我知道你的内心充满了极度的焦虑和恐惧。你感觉自己就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随时可能被彻底吞没。但是请你记住，这种短期的痛苦，这种迷茫的焦灼感，就是你在这个残酷市场上变富和成长的唯一入场费。不要去逃避这种焦虑，你要去审视它，理解它。那些在这个市场上亏得净值归零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那些随时可以被篡改的新闻通稿，交给了那些虚构的宏观共识。从今天开始，你必须抛弃那种想要依靠机构研报来赚钱的幻想。你要学会用预测市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当所有人都告诉你前方是坦途时，你要能看到隐藏在繁华背后的深层裂痕。当你能够真正看透这些宏观变量背后的资金逻辑，能够和那些真金白银站在同一阵线的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认知的降维打击，你就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的盲目跟随者。你不再是那个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一个手握筹码，耐心等待猎物出现的高级博弈者。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极其刺耳，但又让你醍醐灌顶，如果你已经受够了被市场剧烈颠簸，如果你想在这个充满博弈的资本丛林里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请立刻订阅我的频道，为这支视频点赞，并务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永远不会错过我下一次为你带来的底层逻辑推演和财富破局指南。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面对2026年这个充满变数，甚至可能出现非典型权力交接的复杂年份，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现在最关注的是哪一个市场变量？是关税的后续影响，通胀的二次反弹，还是其他隐藏的黑天鹅事件？写下你的选择，或者你对自己的投资承诺，我会持续帮你整理和追踪。我们下期见。